苦楚之战第1章邂逅护航线第8集二人行谈伊甸园3祝福工作婚姻安息。宝慧问，你是说圣经创世纪第2和第3章里的伊甸园吗？不止这2章，所有提到伊甸园的地方。伊甸园就是享受神的同在，充满喜乐的地方。现在你享受神的同在，充满喜乐吗？我喜欢此地，感觉甚好。中央航校为什么建在这里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就提出新问题了。报告徐教官，你的问题我已回答，请叫我永道，我不配做你的教官。你是硕士，学历比我高。能者为师，你会开飞机上天，我只会在地上开小汽车。你会开车？在美国学的。宝慧，现在你有身在伊甸园的感觉吗？有。好，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。中央航校为什么建在这里？你这教官真是厉害，逼着我先回答你的问题。我可不敢逼迫你，只是急于知道答案而已。让我告诉你，民国20年底，国民政府把当年在南京成立的航校迁来杭州笕桥，次年改名中央航空学校。杭州距离蒋校长，就是蒋委员长的家乡溪口很近。中央航校隶属军事委员会，专为国民政府训练空军飞行员军官。蒋委员长极看重空军，把空军飞行员看作儿子，常来航校视察，顺便还能回趟老家。难怪中央航校从南京搬到杭州来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，与笕桥地理位置有关。笕桥离上海不远，国外进口飞机部件经船运到上海，再由沪航线到笕桥。航校教官和学生到沪上购物娱乐也便利。又近西湖，临杭州湾，便于训练飞行员空中目测水上和陆地目标。还有笕桥是千年古城，笕桥直接有清光绪31年美长老会传教士建的教堂，便于蒋校长夫人来视察时去教会礼拜。9年前，中国第一个植物园也建在笕桥，园内有1000余种植物，使得笕桥别有一番景致。最后，很关键的是，此地原是教场，有宽阔的地方，便于建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。原来有这么多原因，我完全不了解。你知道神在伊甸园赐给亚当的3个祝福是什么吗？管理园子，享受工作，进入婚姻，生养众多，无忧无虑，安息主里。你真是牧师的女儿，并且是好女儿。看来徐教官还精通夸奖的学问，我现学现用，跟严老师学的。3个祝福在亚当悖逆神犯罪以后结成了咒诅。在下学生我正想与严老师您探讨咒诅与祝福的问题，请先交学费，行完拜师礼再称我为师。严老师不愧中西合璧之才女，既精通西学，又不数典忘祖。你这个学生的水平已远超过老师，没必要拜师了。严老师这番话
令学生更渴慕常跟随老师左右受教。徐教官，快陈明你想探讨的问题吧。3个祝福：工作、婚姻、安息，对罪人来说结成了咒诅。人日夜劳碌，却不得安心休息，婚姻变成痛苦牢狱。但是我们这些悔改信耶稣的人，罪已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涂抹，被神赦免。3个祝福还是祝福。看来你既享受工作，又有安息之乐。没错，我享受2个祝福，但却1个。他说完，看着保惠，不作声。保惠明白，徐永道的意思是他还缺婚姻。你向主祈求了吗？求什么？你缺的。日夜祷告，我相信主已应允我的祷告。他说，心里想着，你就是主带到我面前的夏娃。先父严牧师常说，人要追求属灵的福分，属地的福分是属灵福分的赠品。追求属地福分，到头来一场空，也错失永恒属灵的福分。你是说，我们要追求耶稣登山宝训讲的8福吗？是的，从少年时代开始，我就渴慕天国8福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，就是我们这些信徒，有后裔、土地和以马内利的祝福。看来你比我属灵。严保惠说，心里已对他产生敬意。保惠牢记父亲的话，女人嫁人要嫁给命比自己强的男人，让他做一家之主，做家庭属灵的领袖。从与徐永道的交谈，保惠知道他的灵命状况，他的圣经知识都不亚于他这位牧师的女儿，甚至比他还强许多。徐永道看了一下手表，说，时间不早了，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，明天要早起去礼拜。把他送到房门口，已是晚上9点。他眼里露出不舍，嘴上却说，保惠早要休息，明早6点半我来叫你，7点咱们出发去剑桥堂，早堂礼拜8点开始。好的，晚安。晚安。他说完，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他心里很想回头看他开门进屋，但是还是克制了。他怕见他开了门，自己会跟进去。保惠进屋，冲个淋浴，躺在床上，回想一天发生的事，觉得有点像好莱坞电影剧情，不太真实，却是事实。他发现徐永道自制力很强，语言幽默，行为得体，爱开玩笑，却有分寸，这使他对他好感加深。他从未遇见像今天这样跟刚认识的男人到陌生的地方。他凭内心的平安，还有对主的信心，祷告之后就跟他来剑桥了。别多想，快睡着，睡得好，明天看起来更漂亮。一夜养足精神，明早探索新大陆。他对自己说。次日清晨，不到5点，天已大亮。保惠起床，洗漱完毕，开始晨祷，然后打开他随身带的英文圣经，按读经进度读到约书亚记1章9节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句经文使他倍感踏实舒心。读了一会儿，永道来敲门。他一看手表，正好6点半，心里佩服他
训示守约的时间观念。二人来到剑桥堂，还有许多空位。宝慧说他喜欢靠讲台的座位，干扰最少，听得清楚，收获最大。永道带他坐到第3排，前2排通常留给唱诗班成员。他们快走到第3排时，徐永道见林浩恩已先他而到，正闭目低头默祷。徐永道悄无声息坐在林浩恩左手边，让严宝慧坐在自己旁边。这所教堂会中没有按性别划分座位。落座后，徐永道、严宝慧闭目默祷。虔诚的信徒多有此习惯，来教会落座默祷几分钟。林浩恩默祷完，睁开眼，见徐永道，并不吃惊。他们常在一起，不是永道先来，便是浩恩先来。他见徐永道旁边身穿浅粉色皱纱短袖西式连衣裙的严宝慧，吃了一惊，觉得似曾相识，这裙子也眼熟。徐永道默祷完，睁开眼，正好看到林浩恩盯着严宝慧，满脸惊奇诧异，就说：浩恩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严宝慧小姐，她是令妹的同学。宝慧特意拉长我的2字，以示强调。林浩恩一脸恍然大悟，说：怪不得，看着面熟，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在舍妹影集里，我见过严小姐，那是6年前，严小姐和小妹毕业前夕的照片。常听小妹说，班上有才女，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了。今日相见，真是荣幸。徐永道说：令妹和宝慧是好友，你怎么没有见过她？林浩恩说：舍妹和严小姐读高中时，我在美国读研究生，错过了和严小姐见面的机会。去年我回国前，在美国商店购物，见模特穿着严小姐这条粉红色连衣裙做时装表演。这裙子确是美国去年的时尚款。严宝慧说：怪不得我觉得眼熟。林浩恩说。这时一位弟兄走到讲台，带领会众开始礼拜前的唱诗赞美。礼拜前半小时，会众跟带领人唱赞美诗，有时学唱新的赞美诗。这次唱的是普天颂赞圣诗集里的天父世界。严宝慧自幼就会唱这首赞美诗，这是母亲严师母教她的第1首赞美诗。熟悉的圣诗一下子把她带回儿时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。当她想到如今孤身一人，不禁泪水涌流。她悄悄从手提包里掏手帕擦眼泪，不想让人发觉她在流泪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的收听收看。